嘿，大家伙儿早喽！5月3号星期三了，要上班了是吧？还是决定今天就是第4个训练日，明天休息日，所以今天咱们回评论。好久没回评论了，这次参赛也打乱了一些回评论的节奏。今天轻松跑了啊，就距离跟强度都随意了。天儿不错，这天气越来越像夏天了。看这边多绿呀！他那边那个下坡那儿不知道种的一种什么花儿，这花儿的味儿特别的刺激，特别大。其实大阪城这一圈挺适合跑起伏的，因为上下坡比较多。就是另外那半圈啊，要是去跑那边那个折返就很平。昨天也恢复室内的力量训练了。5月份这1个月把基础打好了。行，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回评论。行，第一个啊，买手表是等 Pace 3还是买佳明的255？就如果您现在必须要买一块表，那我建议是265。现在确实客观的说，不是买高驰 Pace 2的好时机。如果不需要现在必须马上买，可以等一等，等到下半年观望一下。索康尼的鞋怎么看？我其实没穿过，尤其是它的竞速类的，我更没穿过，或者坦白说，我都没见过，就没了解过。据说是对雨天不太友好，是吗？我记得最早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穿 Nike 的鞋也是稍微湿一点，特滑，后来好了。我买鞋还是穿 Nike 穿的多，现在。因为这2年确实有时候没有精力尝试别的，但是现在阿迪达斯越来越火，想有机会试一试呢。23岁，从小就有跑步的习惯，小学就有跑步习惯，早上起来跑2公里，厉害啊！也想有一天完成大满贯，可以的，肯定可以的。但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得有一些不小的经济成本。这个事儿，回头讲6星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吧。而且，您这么年轻，未来无数的可能，没准到您跑完的时候已经是7大满贯了，到时候召唤神龙了，是不是？下一个啊，说高驰更新了公测版，给算的跑力变高了。这还是我昨天说的那个事儿，就是各个厂商给你的，不管是跑力也好，还是各种的他自己的发明的概念也好，它都是一个估算。这个算法一变，当然同一个人数也会变。所以有的时候算法变这个事儿吧，是挺麻烦，你没法跟自己跟自己比了。不过这个东西大家就看一个热闹，不管是哪个厂商的都一样。现在也就是成绩预测相对的还能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测这个最大心率和乳酸阈值，各个表都不错，靠这个算你的成绩都不会差太多，其他的大概吧。35岁跑了1年破3了，厉害啊！哦，对，刚才那个23岁的小伙说，1.75米，65公斤，
其实这体重不算沉，但是您说，我不确定是不是您啊，我要说错了，抱歉。您说好像是身材比较的属于宽大型，这个没办法，我也有点这样。所以选材嘛，普通人就是触碰自己的边界，就是最开心的。有新观众问我说：“速度耐力是什么？”速度耐力就是跑在你行与步行之间的那个强度，能跑多远跑多远。跑个16、17公里，像我现在的能力的话，应该是在16到24公里。BTC 那件衣服磨不磨胸？就是 Nike 这一代这个版型，如果偏小，并且呢出汗多或者下雨的话，是有可能会磨。我被磨过一次，但大多数时候不会。不过就是训练无所谓，训练的长度不会磨。比赛的话，或者您做长距离训练贴一下就行了。又买2件背心儿，日本这边 Nike 上了 NN 还有 BTC 的新款。日本人的消费能力也可以，瞬间就没了，我抢着了。跑步小腿粗拉伸有没有帮助，或者多跑有没有帮助？这个是个好多年前人们就一直在说，现在说人不多了，因为已经被事实教育了。你看哪个跑步的腿粗？咱们甚至说跑100米的，他那个小腿的维度和他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维度都不成比例，都相对细。小腿粗的原因其实跟跑姿拉不拉伸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还是我说难听点，就是还是胖。这事实上多跑跑就瘦了，拉不拉伸的对小腿粗细其实没影响。你得这么想，就是你不可能通过拉伸改变肌肉的大幅改变肌肉的形状，你只能改变一时。这就跟你去按摩理疗，它其实治不了本，它帮你放松而已。你该紧张，第二天一起来还是紧张。增加肌肉的弹性和耐力就会好，就多跑跑。关于设备，华为的设备怎么样？我没用过啊，但是跑步设备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生态，就是你用什么东西记录不重要，关键是你记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你能拿到原始的数据，你将来想放到哪个平台放到哪个平台，想用谁分析就可以用谁分析。否则的话，你不就跟这东西绑死了吗？当然，我没有调查，我不一定有发言权，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所以有小伙伴让我聊聊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记录设备的这个数据的事儿。我之前也说过，就这些平台都可以用。就是现在你看，高驰、佳明还有 Stride 都是可以100%下载你训练的原始数据的。这个数据格式是有标准的、通用的，你传到哪儿都可以。你们看现在 AI 这么火，对吧？不一定哪一天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帮你做的数据分析的一个平台。到时候你一授权你这些账号，它就能拉过去数据，多好。Nike 那个现在就不谈了，用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了。所以生态开放是很关键、很关键。这一点我觉得国内的不管是手机上的软件厂商，还是设备厂商，应该想开这个事儿。就是不开放并不会对自己更好，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也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当然，可能我视野局限了啊。臂套干嘛用？第一样就是它能让你胳膊比较舒适，就没有那黏糊糊的感觉，它帮你排汗。
第二呢是能出成绩的比赛气温都不高，有保暖。第三就是可以塞东西，塞3个能量胶，1袋盐丸。哎，5月3号星期三清晨6点59，训练结束啊。今天第4个训练日，跑的少，跑了17公里，1小时18，平均配速4分37，心率147，功率219，步频196，还行啊。发现 Stride 最近好像是又更新了它的算法。还记得我用最新这一代 Stride 刚开始跑的时候跟大家说，触地时间有点偏短。它之前的设备，上一代的 Stride， 还有我之前最早用佳明的自己的心率带，或者是那个跑步动态传感器测出来的触地时间，我基本上都在190以上，至少在190以上，并且呢，根据一些统计来看，就专业运动员的数据来看，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呢，苹果刚刚发布新系统的时候，就是支持万式的跑步动态的时候，一测告诉我160多，然后新一代的 Stride 刚开始跑的时候也告诉我167，我觉得有点过低。现在你看每次都是192，我估计它可能是在算法上做了一些修正，默默的。同时 WOD 的那个作者也说 Stride 之前有过一次改变，导致他之前的一些工作白做了。这个没办法，就是第三方的硬件就是会跟着这个变，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每一个传感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是对的。不怕传感器多，主要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成本和电池，还有佩戴舒适度。其实像一个胳膊上的光电式的心率带，一块手表，一个绑在鞋上的传感器，这个对跑步比赛没有什么负担。如果下一步像那个实时血糖的那个成本能够降下来，真的那个是一个对耐力运动，不仅仅是马拉松，所有的耐力运动有巨大帮助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就是成本太高了。行吧，今天回了回这些评论，确实有很多回不过来了，因为攒的太多了。我努力啊，我努力，以后还是我们最后一个训练日回评论，我会尽量的多一些。刚才录到没电了，这个相机已经陪伴咱们这个频道2年了，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但愿它赶紧出下一代，千万在这个坏之前出下一代，要不然真的就断档了，好吧？如果360的小伙伴们在屏幕前，拜托了，加油干！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5月底有比赛的小伙伴们，看天气和气温吧，量力而行。那我们努力干，明天休息日了。